今天要来介绍沙游治疗。不知道大家在《间谍家家酒》的动画中有印象这个画面吗？这就是沙游治疗，在日本又称为香庭疗法。动画中，小女孩安妮亚在沙河中沉思，她没有语言，却透过沙子与小物，把内心的恐惧与好奇表现了出来。这个片段直接道出了沙游治疗的核心，也就是在一个安全、自由的空间里，用沙子搭建内在世界的桥梁。就像安妮亚用手中的沙子、玩具，缓缓铺陈出她即将面对的真实世界。然而玩游戏不是孩子的专属活动，大人也可以透过沙游治疗这种非语言的方式，整合自己过去的历史。让我们来想想小雅的故事。小雅虽然已经长大成人，心中却仍藏着童年深处的伤口，那些无法言说的创痛，如影随形，常常在夜里化作惊醒她的噩梦，满是惊恐与无助的画面。最近，她开始走入心理治疗的旅程，但记忆的裂痕早已斑驳成看不见的墙，一旦靠近，仿佛整个人都会崩塌。当治疗师第一次带她走进沙游治疗室，她感到好奇，身体轻微颤抖，像是在对某种熟悉又遥远的情绪做出反应。她站在沙盘前，望着墙上成百上千的小物件，像是某种内在的记忆被悄然唤醒。她的手轻轻地探入沙盘，沙粒冰凉而细腻地包覆着指尖，那触感像是替代语言的一种安抚。她低头凝视沙子，指尖慢慢抚过，再将视线转向架子上的小物件，终于取下了2只小鸟。她挖开沙子，直到看见象征水域的蓝色沙盘底部，然后轻轻地将一只小鸟放在高处，另一只则安置在那片水的中央，仿佛他正在为它们安排一段距离，也安排一段故事。那一刻，他没有说话，但治疗师明白，这是一种开始。欢迎来到沙地心智的心理学读书会，今天要来说说什么是沙游治疗。沙游治疗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法，它透过在沙盘中创造具体场景，来帮助个案探索与表达内在世界。沙游治疗通常在一个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中进行，这个空间旨在让个案感到安全，能够自由地表达自我。在沙游过程中，个案会运用沙子、水和各式各样的物件，在沙盘中创造出一个个世界。治疗师的角色是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作为处理容器、示范者、连结者、协助和支持、共同探索者和见证人与镜子。治疗师以专注、不批判、完全陪伴的态度，协助个案释放创造力，将内在感受、认知与记忆具体呈现于现实世界。这个过程可以运用大部分的感官，提供一种扩展性的经验，并创造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桥梁，使隐藏的材料得以浮现。沙游治疗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一系列的沙盘作品会呈现个案内在心灵转化和疗愈的持续性沟通与对话，这也是荣格所称的个体化历程。现在让我们谈谈沙游治疗与荣格心理学的关系。沙游治疗是由瑞士苏黎世心理学家朵拉·卡尔夫所创立，他生于1904年，逝世于1990年。沙游治疗是一种以非语言方式进行的深度心理治疗方法，特别透过沙盘与小型玩具，帮助个案探索内心世界和潜意识。沙游治疗的发展有3个重要的背景脉络。第一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他强调潜意识、原型与个体化的过程。第二是玛格丽特·洛温菲尔德所创的世界技法。第3则是来自东方思想与哲学的智慧。其中大家可能对世界技法比较陌生。世界技法是玛格丽特·洛温菲尔德在20世纪初期发展出来的一种儿童心理治疗方法。他设计了一个装满沙子和许多小玩具的小世界，让孩子们能用玩具在沙子里自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景或故事。这个方法让孩子用具象化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与冲突，因为他们可能还不擅长用言语直接描述自己的情绪和经历。透过这个小世界，治疗师可以观察孩子的内心世界，进而提供支持和帮助。朵拉·卡尔夫在1949年进入苏黎世的荣格分析学院，开始接受荣格心理学的训练。他有幸与荣格本人以及荣格的女儿建立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鼓励。荣格本人也推荐他到英国去学习洛温菲尔德的世界技法。1954年，卡尔夫在苏黎世聆听了洛温菲尔德的演讲，对这种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兴趣与共鸣。随后他于1956年前往伦敦，与洛温菲尔德及其他儿童心理治疗先驱如麦克佛登和温尼考特学习了1整年。回到瑞士后，卡尔夫结合了3方面的核心理念：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世界技法以及东方哲学的思想，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沙游理论。他将这套方法命名为沙游治疗，与世界技法做出区别，强调这是基于荣格心理学和更深层精神探索的治疗技法。沙游治疗不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也是一种内在时间与空间的创造。荣格指出，无意识的内容常常以非线性的方式呈现，与日常逻辑不同。在沙盘中，个案可以同时呈现过去的记忆、
现在的处境，甚至潜在的未来方向。这使得沙游成为一个能够容纳多重心理层次的场域。时间在这里是压缩的，也是展开的，空间则是内在世界的具象地图。例如，有些沙盘会呈现一边是战争的场景，另一边是宁静的花园。这不仅代表了冲突与和平的心理对立，也可能象征着创伤记忆与修复力量的并存。在这个意义上，沙游治疗提供了一种让个案与自己的心理历史对话的方式，也就是心理上穿梭于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从中找到连结现实与修复的可能。荣格心理学非常强调内在图像的主体性，他们认为每一个浮现于内在的图像都是心灵自身产出的自然表达，不应该被过度解释或强行定义。在沙游治疗中，我们也持同样的态度对待个案所创造的场景与象征物，这些图像就像是从心灵深处涌现的梦，它们比语言更早，也更诚实。治疗师的任务不是把这些图像翻译成明确的解释，而是陪伴个案去聆听与感受图像背后的情感与讯息。沙盘创作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种静默的智慧在引导，这种智慧不是来自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一种内在整体性的召唤。荣格称这种经验为 numinous， 翻译为神圣、灵性或超验，指的是一种独特而强烈的体验。它具有敬畏、神秘、吸引和令人生畏的特质，并与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概念密切相关。荣格认为，这样的体验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原始经验，它能激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并推动个体走向自我实现，也就是个体化的过程。当个案感受到某个场景对了，那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分析逻辑，而是因为那个画面深深地回应了内在的某个真实。在荣格心理学中，自信是人格结构中最核心、最完整的潜能状态，是一切统整与成长的源头。自信经常以象征的形式出现，比如圆、曼陀罗、太阳、全圆或中心的建筑物。这些象征可能在沙盘中自然浮现出来，个案未必意识到，但却能感受到一种秩序正在形成的力量。当沙盘作品从混乱走向秩序，从对立走向和谐，我们可以看到自信正逐渐参与其中。这不是外在教导的结果，而是个案内在重组的表现。沙游治疗之所以深具力量，是因为它透过身体与心理连结，唤醒了这个自然内在导师的声音，让疗愈从心灵的核心发起，而非只是来自外在建议或理性规劝。荣格强调心理转化并非立即见效，而是缓慢、重复、渐进的历程。沙游治疗提供了一个尊重这个节奏的场域，个案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沙盘中重复相似的主题，看似没有进展，但实际上他们正在慢慢地感受自己，信任内在的变化。这种转化不是表面的行为改变，而是存在方式的改变，是从分裂到整合，从防卫到接纳，从失落到重新建立意义。沙盘中的一栋房子、一道桥、一条河流，都可能成为这些内在变化的记录者与见证者。总结来说，荣格心理学为沙游治疗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从象征、积极想象、原型、自信化到容器概念，这些理论让我们能够看见沙盘中那非语言却极其深刻的心理表达。沙游治疗不只是玩沙子，它是一种与心灵对话、与无意识共舞的方式。沙盘是心灵的地图，也是一个灵魂可以暂时停泊的容器。在这个容器中，我们得以重新整理破碎的经验，回到自己，并走向更完整的人生旅程。接下来我想谈谈关于沙游与沙盘的区别。虽然两者都使用沙子和物件，但它们存在重要差异。沙盘治疗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术语，泛指以不同心理治疗理论或学派为基础，有效运用沙、物件和容器作为媒介进行心理治疗的工作。它强调表达的功能。沙游治疗是由荣格学派朵拉·卡尔夫发展出来的特定治疗方法。它强调创造性经验本身自然发生的动力的特质，其本质是非语言且具象征性的。治疗师是以荣格学派方式看待个案的个人与集体无意识，对于象征与文化在地性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沙游治疗在沙盘和与治疗师建立的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中进行，无论儿童或成人，都可以透过玩沙、水和小物件来塑造并呈现其内在世界。他特别强调荣格所说的个体化历程是由无意识的整体来带领的。沙游治疗还有两个重要特色，第一是治疗师不会立即或主动对沙盘给予诠释，因为潜意识的素材需要时间发酵。第二是在沙游历程中，个案可以两个工作历程并行，也就是可以自由选择以谈话分析或做沙游的方式进行个人历程。那沙游治疗适合谁呢？沙游治疗被广泛应用于不同人群和各种议题的处理，并获得相当程度的肯定。它成功的运用于个人、成人及儿童的治疗工作，也适用于夫妻和家庭的治疗，尤其适用于不擅长使用语言的个案，例如儿童。在各种议题上，沙游治疗都展现出成效，包括适应不良的儿童、受虐、性侵害的个案、父母离异的儿童、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男童、
行为疾患儿童、人际退缩与选择性缄默的儿童、各种创伤的受害者、性别认同、人格疾患、身体疾病患者等等。另外，在处理存在意义、死亡议题和灵性成长也很适合沙游治疗。再来，也许你会好奇，沙游是艺术作品吗？沙游被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治疗方式，它不是为了展出或审美评价而存在的创作，而是透过想象力，让个案运用沙、水与各种物件，自由地建构出一个属于自己内在世界的具体画面。这个过程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也是一种心灵自发的表达。沙盘中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无论是物件的选择、摆放的位置、动作的快慢，甚至是个案在选物时的犹豫、凝视，这些非语言的行为，都是治疗师观察的重点。治疗师不只是看最终完成的沙盘作品，而是在整个过程中细腻的观察。个案进入沙盘的那一刻是先站着还是蹲下？是用手抚平沙面，还是直接插入物件？是从边缘开始建构，还是从中心出发？物件之间有没有留下空白地带？这些细节都可能蕴藏着情绪状态、关系模式、心理结构的象征线索。结束创作后，个案会离开沙游室，而这时治疗师的工作才正要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沙盘中的世界是个案心灵的一次揭露，也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为了尊重这份创造，治疗师会小心地进行记录与整理。当会谈结束，个案离开后，治疗师会仔细观察整个沙盘的全貌，拍照记录物件的位置与构图，特别注意是否有物件被埋在沙中，确认还有没有被隐藏的部分，这往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会拍下清空物件后的沙面状态。有些个案的手势会在沙中留下痕迹，如刮痕、挖洞，或是一大片被压平的区域，这些无物件的沙同样具有可供理解的讯息。最后，治疗师会将沙子表面抚平，让沙盘回到空白状态，物件也会归位，静静地等待下一位个案的来临。这样的流程是一种仪式性收尾，也反映了治疗师对个案创作的尊重与对无意识世界的谨慎。沙游不是一件完成后可任意评论的作品，而是一段与内在对话的历程，是心灵在安全容器中暂时浮现出来的一次旅程。沙盘上的物件和构图也会有部分是个案无意识对治疗师情感的象征性投射。这种非语言的移情现象，可能不是透过言语表达，而是悄悄藏在一个场景的安排、一只角色的动向，甚至是一块空白沙地里。荣格强调，移情本身具有原型性，也就是说，个案在对治疗师的感受里，不只是重现了童年经验，还活化了更深层、更普遍的集体的人类经验，如母亲原型、父亲原型、导师原型，甚至是对神秘他者的投射。而共移情的核心，在于治疗师是否能用开放、无评价的态度接住个案所投射的一切。治疗师并非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是情感参与中的见证者与容器。这份当下的临在，也就是治疗师安静但全神贯注地陪伴个案，为个案提供了内在探索的安全基地。举例来说，有些个案会在沙盘中安排一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说话或靠得很近，实际上这可能是他内心渴望与治疗师更靠近的表达。也有些个案会故意将某个代表治疗师的物件放在沙盘角落，或甚至埋进沙里，象征着压抑、抗拒或试图控制与治疗师的情感距离。有时候，个案也会将治疗师视为拯救者，选择英雄、圣人或导师等角色物件代表治疗师，并安排他们拯救沙盘中的受困角色。而这些情感的流动，也会触动治疗师自身的反移情。也就是说，治疗师自己对个案的感受与回应，也可以作为理解个案内在关系模式的重要线索。治疗师需要时时觉察自己的情绪波动，并以自我觉察的方式，将这些反应内化、思考，而不是直接向个案做出回应或防卫。因此，沙游治疗的关系不完全是单向的，它是一场三方共舞，个案、治疗师以及沙盘。沙盘提供了一个可以投射、表达与转化的舞台，个案将内在故事搬上这个舞台，而治疗师则以温柔的关照，见证这一切的发生。在这样的关系场域中，移情不是障碍，而是桥梁，它连接了过去与当下、痛苦与疗愈、潜意识与意识的两端，而沙盘就是那个可以安全承载这座桥的空间。沙游治疗发展至今，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也为沙游提供了科学支持。研究显示，创造性活动能够激活大脑的多个区域，促进左右脑的整合，这正好对应了荣格所说的心理整合过程。当个案在沙盘中工作时，大脑正在进行复杂的整合工作，情感脑、理性脑、身体感觉和创造性思维都在同时参与。这种全脑的参与为深度治疗创造了条件。随着沙游治疗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它也展现出与不同文化背景的深度适应性。在东方文化中，沙游治疗与禅宗的无为而治理念相呼应；在西方，它与荣格的个体化理论形成完美的结合。这种普遍性正好验证了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正确性。
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类都拥有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治疗的潜能。总而言之，沙游治疗是一种深度、非语言、创造性且具高度象征意义的心理治疗方法。它透过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和丰富的媒材，让个案得以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探索、表达和转化其内在世界，最终促进个人的成长与整合。沙游治疗与荣格心理学的关系，就像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荣格的深度心理学为沙游治疗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而沙游治疗则为荣格的抽象概念提供了具体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个案不需要成为心理学理论上的专家，也不需要掌握复杂的理论知识，他们只需要信任自己内在的智慧，在安全的空间中，透过沙子和小物件，让自己的故事自然流淌。这就是沙游治疗的美妙之处，它让荣格深奥的理论变得触手可及，让每个人都能够亲身体验到心理转化。正如荣格所相信的，治疗的力量不在于外在的技术，而在于每个人内在的自我治疗能力。沙游治疗正是这种内在智慧的最佳表达方式。在治疗师温柔、静静的陪伴下，个案的手继续在沙盘中移动，目光也不断在架上的小物件之间游移，正在感受我还想放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每一个摆放的动作都是一次倾诉，一次与过往对话的尝试。那些从未说出口的故事，正透过沙子与小物缓缓被说了出来。这就是沙游治疗的力量，它让无声成为最深刻的语言，让创造成为最真实的疗愈。今天的沙地心智读书会到这边，不知道你对于沙游治疗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与我分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这会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更多与潜意识接触的机会。那我们下次再见。